一大早呢，脑袋有点懵啊。刚刚呢，从我女儿的住所走了一路，走到联合车站啊。在联合车站呢，找到了 UP Express 的车站。在那边呢，还了解到啊，你如果拿信用卡、拿银行卡来买票的话呢，就12块多。但实际上呢，你拿交通卡只要9块多。但是这一路啊，刚刚拍了以后发现啊，这个相机上面的那个盖子还没有打开，可能是归心似箭吧，光顾着和我的孩子道别了啊，这一着急呢就出门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虽然这一段没有拍到啊，但是也无妨，因为在多伦多呢已经走了好多地方。而且下次还会再来啊，所以我们等下次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好好的就地重游一番，好好的再去走一走我没有走过的地方，增加一些更深的感受啊。这个车呢，现在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啊，非常好的一个火车，上面呢还有 WiFi。车站呢还有餐饮可以提供，非常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车站，但是呢，它在这个联合车站里面占有它一席之地。我相信呢，也是很多人，特别是要搭乘飞机的人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行的选择。而且根据我所知道啊，这个路上大概要停3到4个站吧，去到一些稍微多点人的社区，载着这些人呢上下班啊出行，也是非常好的地方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发车了。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aboard UP Express. We'll be making 2 stops on our way to Colonel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. Our first station stop will be Bloor Station. 也就一转眼的功夫啊，这个火车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站了。前方到达的应该就是机场了，可是天还没有亮啊。前方呢应该快到机场了，但是这个火车非常的缓慢。在其他的时候，我们坐像上一次的高圈也是这样，这里不急不慢啊，就是加拿大人的调性。我突然发现这个座位背后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的广告，叫 Porter， 就是我上次从温哥华坐到多伦多的这个飞机，原来在这个上面做了不少广告。已经快到机场了，看到巨大的停车场写的多伦多皮尔逊机场。看看一大早的机场啊，这里路网发达，停车场都是巨大的。
皮尔逊机场呢有3个航站楼啊，但是呢挨得都比较近，好像呈一个三角形啊这样的一个分布。候机楼和候机楼之间呢就有像轻轨一样可以连接。Arriving at Charles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. This is our final stop. Please have a good look around. Make sure you have all your belongings. Thank you for riding with us, and we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. 好，已经到站了，现在我们要下火车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下车。刚好我今天的这个候机楼啊，也是1号候机楼，而这个 UP Footbridge 呢，就是终点站，在第1航站楼啊。然后你看啊，再过12分钟回去。好像是还要再低一些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上次来排队啊，搭乘这个火车的地方。在这边呢，如果你要去 Terminal 3呢，它就要坐这样的一个小火车去。上次我就是坐的这个车来的，你看啊，火车套火车的。这边呢就是去 Terminal 3的这样的小轻轨，应该称之为机场的穿梭轻轨吧。这边呢就有航班的信息。从这边呢就可以走向 Terminal 1。从这个轻轨站啊，
它有连廊呢，连到Terminal 1，整个距离呢还是比较短的，所以它这种三角形的分布啊，几个航站楼之间应该都不远。时间呢还有点早啊，我在这边再消磨一点时间。这边呢分成2个区域啊，直走呢就是出发，到达呢就是从这个电梯下去。那我们先到这个到达去转一转，再上去吧。这里呢就是到达厅，也不是很大啊，但是呢很温馨。你看啊，到达的地方呢，它也放了很多的椅子，也有一些卖餐食的小店，所以大家呢都比较从容啊，就不会说急急忙忙的出了机场以后赶紧就去到自己的目的地去了。很多人会这边做一番小小的停留。这里有银行，这里呢是国内到达，往前走呢就是国际到达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来的飞机的到达。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啊，虽然他们自称和美国有不同的独特的文化，就他们的多元文化，其实美国也是，但相比而言呢，美国更强势一些，那就基于它的经济实力啊，整个国家的这个强大程度是加拿大不能比拟的，所以很多地方呢，到处都有美国的影子。你看在加拿大的机场啊，这个美国的海关就在这里，所以你要去美国呢，在这边实际上就是进入美国了，这和别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走到这个国际到达这边呢，就感觉啊，这个地方更大。这边呢有更多的服务柜台，这边就是国际和美国到达的一些信息，航班非常多。场地还是非常的宽敞啊，一直可以再走过去。
非常有意思的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健身中心啊，虽然现在没什么人，但想必呢就是有这样的需要的啊。所以加拿大人还是非常有这种兴趣啊，参加各种健身活动的。好，那我就这边是去停车场的电梯了。标志还是非常清楚的，这个门出去呢，就是去坐 taxi。不管是国际到达还是国内到达呢，都有一个区域可以让大家歇歇脚，可能等候大家来接啊，或者想一想自己要去哪。但相对而言呢，国际到达的人呢，你看大包小包啊，行李超多，而且脸上呢写满了疲惫，就没有国际到达的那些人那么从容。长途飞行是很劳累的。好，我现在要上楼去国内出发厅了。
这里呢就是出发厅啊，跟所有的机场差不多，都是一些直系的柜台，这些大屏幕。Seuls les animaux de voyage et les animaux d'assistance sont autorisés dans les terminaux. Les animaux de voyage doivent être dans leur chenille. Les animaux d'assistance doivent être tenus à main. Okay, thank you. 虽然呢我已经在网上办了值机了，但是还是要到这边来啊。首先呢，你要到这边来出示一下你的护照，然后呢，他要 check 一下你的 bag。这边呢就是进去过安检的地方啊。我们先在外面消磨一点时间，过的这个安检。现在呢，我们去候机登机口。也是一些卖吃的地方。同样啊，银行呢都有一些贵宾的候机的地方。感觉很多人呢都是去出差的啊，穿着正装，一副商业人士的打扮。外面呢就是停机坪了。
我上次就有这样的疑惑，就是这么一个机场啊，在讲究方便的这么一个西方文化里边，居然就没有那种手提行李的手推车啊，所有的人呢都是自己推着箱子或者拎着行李，挎着背包。Thank you。现在有个擦鞋的人做生意啊。主要还是一些吃东西的店啊，快餐、咖啡。Vancouver 的，看来我们的Vancouver 的登机口在最里面啊。大早啊，机场上面的飞机还挺多，挺繁忙的一天。